请大家先看看这视频。明确恶意讨薪的法律界定，将恶意讨薪的人员列入社会诚信体系黑名单。大家认识这个人吗？这个人告诉我们，了解恶意讨薪的法律定义。根据该法律，将恶意讨薪的人被列入社会诚信体系的黑名单。作为劳动者，拿到应得的工资是理所当然的吧？但是这个人说了，他的字面意思是，如果有人欠你钱，欠你工资，你还不能去要，如果你去要了，这就让你变成征信黑名单。提出这建议的人叫李保忠，是位人大代表，他是河北省建设集团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河北省建筑集团协会的副会长，保定市建设行业协会的会长。根据企业信息显示，该公司涉及900多起司法案件，风险指数达到900多，相关司法判决文书数量高达4457份。就是这位老板经常拖欠工人工资，然而却成为了人大代表。你当人大代表就当呗。他提议将讨薪者列入诚信黑名单，这是什么逻辑呢？就是说白了，他欠我们工资，我们还不能去要，如果我们去要了，就把我们列入征信黑名单。各位看到这个视频了吧？你们现在的心情如何？我就想不明白了，这样的人也能成为人大代表，这是为什么呀？当你欠员工工资，反而却不能讨回自己的工资，还被称为恶意讨薪，你这也太聪明了吧，把这种词儿都能发明出来，我可真为你点赞呢。而这个赞是倒立的，这也太让人气愤了。作为一名建筑工地的老板，你雇佣的都是些什么人？难道你不知道吗？他们可都是农民工啊！农民工可以说是社会上最底层的群体，他们是为了养家糊口，省吃俭用，而他们吃的是最差的。在我们中国，农民工遍布每个城市的角落，如楼房建筑、公园、铁路等等，所有的都需要他们干活。他们每一分钱都是用血汗换来的，又是那么辛苦赚来的，他们的一家老小都依靠这点工资过日子，付出最辛苦的劳动力，最后却拿不到应得的报酬。而你们吃香的喝辣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反而你们说出这种话，难道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你们心也太黑了吧？你们没有兄弟姐妹吗？看到农民工讨薪，让人心酸，但现在却被像你们这样的包工头和分公司老板恶意拖欠工资，农民工成为了恶意讨薪。而你们现在又提议将讨薪者列入黑名单，破坏其诚信记录，让他们失去信誉。俗话说得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这样做，利用自己的职权，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是怎么当上人大代表的？你又怎么起恶意讨薪这个词儿？像你这种人，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人大代表。为此，我强烈建议取消李保忠的人大代表资格。朋友们，你们对这种做法有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记得点赞加关注，谢谢大家。绝不姑息，针对农民工的恶意讨薪行为，我们必将严厉打击。农民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一定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如果使用不合法的手段，可能最后会得不偿失。这些年，恶意讨薪这个词出现的比较多，意思是指农民工使用不恰当的手段，甚至是暴力手段讨要工资。这不光会对他们的安全造成危害，也会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今后一旦发现有此行为的农民工，国家绝不姑息，必将进行严厉打击。大家要注意了，在施工现场或者有关部门办公楼等设施前边拉横幅，故意阻挡交通，影响正常通行，爬到很高的建筑上，甚至对施工现场的设施进行破坏，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等。通过敲诈勒索等方式索要工资或者材料款，欺诈或者以有劳动合同纠纷为借口闹事，不服从有关部门的领导管理，威胁他人的安全等，这些行为会影响到项目正常施工，也会影响到企业和建设单位的合法权利，影响到社会的正常秩序，给其他的农民工做出很不好的示范。讨要工资是正常的，
但是一定要采取合法的手段，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我国刑法、劳动合同法等多部法律都对该问题作出了规定。如果有恶意讨薪的行为，可能要承担法律后果及刑事责任。有些人为了讨薪，可能会采用诈骗、故意闹事，或者聚集一大批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等，这些行为很可能会触犯刑法，轻的会被罚款，严重的会被判刑等。一些人讨薪时聚集在办公机关或者企业门口，影响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可能要承担行政责任，将面临警告、罚款甚至拘留的处罚。一些农民工各讨薪时，对一些负责任或者相关人员进行殴打谩骂，对他们的身体健康或者精神健康造成伤害。也有一些人故意破毁他人的车辆、工程设备等，造成财产损失，法律会要求农民工进行相应的赔偿。农民工通过正当的途径讨要工资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如果使用不正当的手段，不仅不会受到法律保护，还会被严惩。大体上看，农民工属于弱势群体。为什么以前的农民工讨债都是跳楼爬塔吊，现在的工人直接刀割老板呢？我告诉你啊，过去的农民工兄弟拖家带口，他牵挂多，不敢杀人。他知道杀了人啊，不久钱拿不到手，而且自己还得判死刑，更加连累妻儿，所以呢，就拿自己的性命去威胁拿钱。威胁后呢，钱拿到了，不过是拘留几天。要是没拿到钱，自己真死了，社会影响也就搞大了。不管是什么黑心老板，都得赔大钱。现在风向变了，不想结婚的，结了婚光棍的越来越多。他没老婆没孩子，人家辛辛苦苦的给你干活，只想图个温饱而已。他光棍一条，你要敢欠他的工资不给他，他就真的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会直接割了你的小命。你不是老板有钱吗？拼命的时候你还能有2条命吗？你过得好就能刀枪不入吗？快过年了，希望那些大聪明老板不要再妄想欺负他们。你敢要他们不好过，他们就敢让你没得过。他们光脚的还怕你穿鞋的吗？越到年底压力就越大。现在社会戾气这么重，千万别过分。为什么每年一到年底，我们农民工朋友的工资总是有很大一部分钱拿不到手？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没得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老板拖欠了农民工工资该如何赔偿，该如何惩罚。假如说有这方面的法律来约束的话，那些黑心的老板他就没有那么嚣张。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很少有人去抢银行，而有很多老板他要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很简单，因为你去抢银行，不管你抢的多少，你拿出去用1年2年，你拿上去还他，甚至你几倍的奉还，他同样要抓你去坐牢，让你去踩缝纫机。哪怕你1分钱没搞到，你只要有那个行为，他都要让你去坐牢。但是这些老板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不管几千几万，他拖欠1年2年，他是不是相当于把我们农民工的工资那个钱拿去白用，拿去白用了几年还未必要得到手？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会被判刑？就是因为没得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护我们这个合法权益。说直接点，就是法律法规在这方面的空缺太大了。他们拖欠我们农民工工资的这种行为，从本质上来说跟抢人他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那些黑心老板拖欠我们农民工的工资都像抢银行一样，能随时受到法律的制裁，只要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们欠我们的工资没有按时发放，就可以让他们去踩缝纫机的话，那么就没有那么黑心老板拖欠我们农民工的工资一拖再拖，有些甚至拖到最后不了了之。我们国家号称是一个法制很健全的国家，而且很多年之前呢就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农民工的工资必须按时按月发放。但是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到今天仍然会有那么多嚣张的黑心老板拖欠农民工的工资？这个问题上面的领导看不见吗？不晓得吗？他们看得见，他们也晓得，
但是说白了，所谓的法律健全是用来制约弱势群体的法律在不断的健全不断的完善，而真正用来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法规有时有很多，但是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的它又有几条，遗憾啊，遗憾。现在有多少人被拖欠农民工资和工程款？我可以这样说，只要是你打过工，90%以上都应该被拖欠过农民工资和工程款。只要你是当包工头的，我可以这样说，100%都被拖欠过农民工资和工程款。现在要农民工资和工程款到底有多难？就好比兔子拉梨子，累死没有屌用。有些黑心的建筑商、建筑公司、承包商、劳务公司，他们拖欠我们的农民工资和工程款，为什么还要我们去给他们去走法律途径，去起诉他们？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去下跪去要我们的农民工资？为什么我们拼着命的去讨要我们的农民工资？还要给我们定个恶意讨薪。操，有时候你去要，搞不好还得再揍你一顿，再弄不好还可以给你定一个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弄不好再拘留你几天。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去选择走极端，有时候实在没法过了，选择自杀，去选择杀人放火，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些单位、有些部门不作为，不公平公正，端着国家的饭碗，不为民办事，不为老百姓办实事。还有些建筑商、劳务公司拿着国家给他们的权利和规定、法律当屁放。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些后果？这些恶性的因果循环，就是因为权利、法律、法规的失控。我可以这样说，什么都可以拿来去做交易，什么信仰啊、荣誉啊、良知啊，一切通通都是狗屁。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些都成为一个笑话，成为一个神话。中建2局下属单位拖欠53名工人的工资款140多万元，经过人社局调解，责令中建2局支付140万农民工资款，53个人的农民工资款，他硬是拖着不给，我操！最后被罚款2000块钱，那是农民工的血汗钱，最后硬是被重罚2000块钱，这是不是一个笑话？这也是一个世界上的神话，最后成为一个传说。大家都知道，最近中华14局下跪讨要14万块钱的工钱，农民工资的血汗钱，抱着大腿哭，求他们归还他们的14万块钱的血汗钱。这次事件让我们看清了什么叫责任、良知、良心，一切都成为一个狗屁，啥都不是。他们的脸都不要了，可想而知我们的农民工资、我们的血汗钱、我们的工程款到底它有多难要。大家还都知道，山东有4个人上信访局去讨要他们的农民工资，这个事件我想大家应该都记得。结果这4个人被拘留了。通过这次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正义、公平、公正，狗屁都不是，在金钱和权力面前，那一文不值。这个社会就是对我们这些穷人下手，对我们这些穷人开刀，该重罚的不重罚，该重判的不重判，该管的不管。掏个鸟窝你可以判10年，地里拖拉机没有了，开车到镇里加油站去灌点柴油，你可以罚3万，卖点芹菜你可以罚几万，卖点土豆你可以罚几万，拖欠140万53位的农民工资，你就得罚他2000。跪那个抱着大腿讨要他的血汗钱，没人管没人问。如果你再去上访，他去拘留你。我们仔细想想，这都成为一个啥了？这都现在都是啥社会？这些没皮没糙的无良黑心开发商、建筑商、劳务公司，恶意克扣、恶意拖欠农民的血汗钱，难道你们看不到吗？我操，你们的眼难道被熊糊住了没有？
呸！一到年底，我看这视频我老来气了，真的，我也是农民的女儿，从小在田间地头长大的。咱说农民工挣那么点钱，都是捐瓦定、汗流浃背的辛苦钱啊！真的，人凭本事挣的，你凭啥不给人家？一到年底就整这事儿啊！过年的时候你们都合家团圆吃饺子，咋的？他就得吃糠咽菜呗？人家也不是说的卑微的上你这儿乞讨来了，人是凭本事挣的，你凭啥不给人开工资啊？你那么大企业，那么大公司，那么大工程，在那嘎达摆着，一顿酒钱，一顿烟钱，甚至一顿公关费都把这个钱了结了，就是硬咬齿绝硬犟不给人整啊，还拿高压水枪驱赶，甚至帽子叔叔都在旁边看着，你们都能干出这无耻下流的行径啊！我真是挺佩服你们，你们企业的三观，你们企业的形象，就你们企业的氛围，它得是什么样的呀？哪个旮旯骨劲出来的这是熊色的玩意儿啊？那还说不知情不知道，予以调查，调查啥呀？你给没人开工资不知道吗？一个人你忘了，10个人你还能忘吗？你那么大工程怎么的？靠吹牛逼吹起来的呀？靠大言不惭馋起来的呀？那不都是人家一铲子一杵子给你搭建起来的吗？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是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啊，他们没有那么硬性的人际关系，没有那么硬性的条件，你不给人开工资，人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可能就只能在单位门口，在那个包工头门口就坐着就死等，那人家不也是无奈之举吗？你要是利利索索就把钱给人开了，就把工资给人发了，会出现这种事情吗？欺负一个弱势群体算什么本事啊？那么大企业，你有招让你对外使啊？你有能力，你叫嚣欺负咱们国家的人呢？啥也不是，你这不就属于窝里横吗？就知道欺负这些平头老百姓，还是赚辛苦钱的人。我极其看不上你们这企业，你就这样了，你还什么再创辉煌啊？再创历史新高啊？你整不好你就得黄。